这绝对是你见过最倒霉的猎狗。他本想捕猎陆龟，结果被陆龟咬住舌头，疼得哇哇大叫。挣脱后，猎狗扭头又跑去捕猎斑马，不料被2记无影脚直接踹翻在地。猎狗一脸不服站起来，又继续招惹斑马，怎料下一秒又被斑马的无影脚踢到晕倒。猎狗既吃不记打，刚醒过来就想欺负一下性格老实的羚羊，不料羚羊下手比斑马还重，一脚就将它踹飞出去。没了办法的猎狗只能沦落去偷鸟蛋，结果被鸵鸟发现，又是狠狠一脚。猎狗心有不甘，竟然打算把大鸵鸟拿下饱餐一顿，后果显而易见，被鸵鸟趁机一脚踢到怀疑狗生。为了填饱肚子，猎狗准备欺负夏洛丹的小象，不料被大象冲出来瞬间顶飞，猎狗好了伤疤忘了疼，这次仗着狗多势众，想把小狮子抓来吃掉。雄狮十分机智，立刻把小狮子托付给车上游客，随后放开手脚与猎狗火拼，结果雄狮杀回来，所有同伴都跑了，留下的倒霉蛋猎狗直接就被按在地上狠狠教训。雄狮也不解决猎狗，而是把它从4驱改成2驱，当成玩具一样游街示众。猎狗实在是太惨了，猎狗实在是饿疯了，居然打算把小狮子抓来饱餐一顿。母狮拼命守护与猎狗周旋，而小狮子也趁机钻入树洞里躲避危险。眼看几只猎狗准备对母狮采取强攻，好在关键时刻雄狮赶了回来。对于试图残害自己妻儿的家伙，雄狮绝不放过，逮住就是火力全开，疯狂输出。其中一只猎狗还想拍拍屁股溜之大吉，岂料还没跑出去多远就被抓住了。2头雄狮前后夹击，倒霉蛋猎狗被折腾得嗷嗷直叫。为了给猎狗一次深刻的教训，狮群成员已经全体出动，准备将附近的猎狗全部摆平。猎狗的人生就像打电话，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，但凡被发现的猎狗没有一只能够全身而退，抓住就是按在地上治疗咽喉肿痛。母狮这边也发现了一只猎狗，悄悄靠近，猎狗根本无从察觉，等反应过来已经为时已晚，直接就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更为倒霉的则是以下这只猎狗，全过程前前后后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，雄狮也不吃它，直接就是丢路边，让其他动物去处理。野犬的吞噬能力有多恐怖？一只100来斤的疣猪鹏鹏被10几只野犬堵住去路，疯狂摩擦，倒霉的疣猪一时间不知所措，极度恐慌。而野犬则不管不顾，从后面各个方位下手。原来疣猪之所以落得这般田地，皆因咎由自取。就在不久前，疣猪发现前方趴着一只野狗，便露出破绽，一瘸一拐凑上前去挑衅。见疣猪腿脚不灵活，几只野狗立马来了兴致，准备进行抓捕。殊不知疣猪装瘸腿的目的就是为了找乐子。正当野狗靠近之际，疣猪立刻弹射起步，扬长而去。野狗可不会轻易放过装杯的疣猪，没多久就杀到疣猪老巢抄家。眼看被堵住去路，命悬一线，疣猪连忙冲出洞穴，打算逃之夭夭。显然这群野狗并不好糊弄，紧紧拽住疣猪嘴巴前后夹击。疣猪吓坏了，顿时就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。可惜疣猪先前的所作所为已经将野狗群彻底激怒，对着局部疯狂施展掏缸之举，定是准备将疣猪斩杀当场。狗海战术恐怖如斯，估计用不了半炷香的时间，疣猪就会被彻底吞噬。面对野狗的独门绝学，别说是疣猪，即便猎狗也无一例外。被野狗逮住也是同样下场，被掏得嗷嗷大叫。不得不说，野狗的吞噬能力简直强得可怕。美洲豹幼崽不幸被一群巨塔盯上，正打算跳到一侧石头上逃走时，却被突如其来的巨塔当场偷袭。起初贪玩的小美洲豹背着父母悄悄跑出来下水玩耍，年幼的他哪里知道外面凶险。当他玩够了准备回家的时候，才发现凭借自己的能力根本无法爬上地面。而附近巨塔看到小美洲豹一直在那徘徊，且没有家长陪同，瞬间也就起了歹心，要将其抓住饱餐一顿。小美洲豹哪里见过这种阵仗，顿时就吓得想要逃跑，岂料一只巨塔突然扑过来，将小美洲豹直接带入水中。这只巨塔也不急着下手，而是拽着小美洲豹与同伴疏远距离，似乎想吃独食的一副模样。小美洲豹手无缚鸡之力，即将命丧巨塔之手。好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四处找寻幼崽身影的美洲豹恰巧观察到这一幕，并且快速冲向巨塔展开营救。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，巨塔不得不放开小美洲豹以求自保，否则必将命丧当场。要说小美洲豹也是福大命大。巨蜥三嫂终于踢到了钢板，她舌头被树懒的爪子勾住了，这把巨蜥疼得当场嗷嗷直叫。而这一切也都是巨蜥自作自受，他仗着自己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蜥蜴，对附近的动物大打出手。野鹿母子还不知危险降临，小鹿就瞬间遭到袭击，被叼着打包带走。就连大几十斤重的鳄鱼巨蜥也是一口闷。胆大的猴子对着小巨蜥一顿暴锤，不料下一秒就被巨蜥逮住，成了送上门的外卖。在巨蜥面前花豹的幼崽他
也是想吃就吃，草原之王还想和他一较高下，结果被巨蜥一口咬住，嘴巴疼得吱哇乱叫。摄影师毕业想租房子，找保洁维修，58同城全搞定。巨蜥口中携带几十种病菌，别说狮子惹不起，哪怕老虎来了也是被打得节节败退，生怕被他那张毒嘴咬到。在吃货巨蜥面前，万物皆可吃，别说穿山甲难逃魔爪，发起狠来甚至自己的同类都不放过。不料这次他要吃树懒，结果被树懒勾住了舌头，看来这下巨蜥是不敢乱来了。我操！这是一场极为残忍的杀戮，2头流浪雄狮入侵了地主雄狮的领地，趁地主雄狮睡觉之际，从后方展开偷袭。地主雄狮虽实力强悍，可面对不讲武德的2只流浪雄狮，明显寡不敌众，连反击的余地都没有。仅是短短时间就被打趴在地上站不起来。然而2只流浪雄狮并没有痛下杀手，只是将其尾椎咬断丢在一边。透过地主雄狮痛苦不堪的模样，也能得知这种伤害绝对是致命性的。而废除地主雄狮后，该片领地也就被2头流浪雄狮占领了。他们接管狮群的第一件事，则是对地主雄狮的孩子痛下杀手，好让狮群里的母狮尽快进入发情期，为自己繁衍后代。年少无知的小狮子浑然不知自己已经大祸临头，流浪雄狮突然就是一口将其锁喉，直至几分钟后，小狮子彻底凉凉叼着打包带走。如有反抗的母狮，他们也完全不留情面，直接就是斩杀当场。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在动物界更是展现的淋漓尽致。从未见过如此勇猛的羚羊，面对几只嗜血的野狗围攻，羚羊不仅没有丝毫胆怯，而且举起犄角就敢于和野狗硬刚。几只野狗当场傻眼，瞬间不敢靠上去抓捕，毕竟羚羊锋利的犄角随时都会戳穿他们的胸膛。野狗有所忌惮，加之此刻猎狗也跑来掺一脚，导致野狗立马疏远距离，等着坐收渔翁之利。羚羊也不回避，直接迎面朝猎狗狠狠撞击上去。猎狗还想咬住羚羊皮肤，岂料下一秒就被羚羊化解。眼看猎狗没占到便宜，野狗果断下水采取强攻，而羚羊则化作一个陀螺，不停转圈回头还击。野狗也怕被一击毙命，连忙松开羚羊的尾巴，火速撤离。看着羚羊久攻不下，猎狗则与野狗统一战线，采用车轮战术，持续消耗羚羊体力。羚羊越战越勇，犹如族群的吕布，在他面前没有一只狗能够撑住2回合。可惜实力再强，终究寡不敌众。随着体力逐渐下降，出击力度也对猎狗构不成太大威胁。面对狼狈为奸的2狗组合，羚羊唯有持续撞击求得自保。遗憾的是，就在羚羊又一次展开撞击之时，被另一只猎狗趁机偷袭。其他猎狗见状也都全部一窝蜂围了上来。要说羚羊可实在太难了，纵使拼尽全力誓死抵抗，都无法摆脱厄运。这只乌鸦的胆子实在是太大了，竟明目张胆闯入游隼老巢偷蛋，殊不知乌鸦即将会为此付出惨痛代价。正当乌鸦吃完1颗蛋，前脚刚走，狩猎外出的游隼后脚便飞了回来，发现巢穴里的蛋被吃了1颗，游隼当场勃然大怒，气愤地叼着半边蛋壳走出巢穴，心中暗暗发誓务必要让罪魁祸首血债血偿。很快游隼便找了一处制高点，等着偷蛋再出现。果然尝到甜头的乌鸦趁着游隼外出再次前来行窃，而恭候已久的游隼也立刻折返，走进巢穴的一颗，双方大战一触即发。乌鸦不是对手，被暗地上一顿摩擦，见局势不妙，乌鸦选择趁机飞出巢穴，而游隼则尾随其后。结果乌鸦还没飞出去多远，就遭到了游隼的攻击。掌握制空权的游隼是绝对的空战之王，乌鸦还想飞上高空，从游隼眼皮子底下偷溜，不料却被2个爪子掐住脑袋，牢牢拿捏。落地后，乌鸦仍在做着殊死抵抗。然而杀红眼的游隼根本不给他有喘息的机会，抱着乌鸦脑袋狠狠猛啄脖子，这让乌鸦疼得顿时犹如热锅上的蚂蚁，拼命挣扎。尽管此刻乌鸦或许意识到了自己的过错，可惜一切已经为时已晚。短短时间内，偷蛋贼乌鸦便为自己鲁莽的行为付出了代价。从未见过如此豪横的野狼，成群结队出来作案，将砍高犬精准锁定。为了吃上一顿饱饭，砍高犬小心保护着地上食物，不给狼群有抢走的机会。然而狼群数量占尽优势，一窝蜂围上去分抢食物，让砍高犬不敢正面硬刚，而选择将食物拱手相让。尝到甜头的狼群一发不可收拾，频频跑来村庄外围进行狩猎。找不到食物的情况下，守护牧场的藏獒被视为了狩猎目标。尽管藏獒性格彪悍，拥有可怕的杀伤力，
但好虎终究架不住群狼，一场激烈的较量过后，藏獒还是败下阵来。屡屡得手的狼群自信过剩，连棕熊都根本不放在眼里，凭借一股狠劲就敢与棕熊当众叫嚣。可惜这只棕熊并不像以往他们碰上的那些软柿子，其强大力量及威猛的外表直接就震慑对方，吓走了一只野狼。而霸占食物不肯让开的野狼则成了棕熊的下一目标，反手一巴掌，野狼就被当场干翻，最终野狼成了棕熊的一盘菜。牛两鸟从河马头上扒下一块肉就吞进肚子，就连眼皮上的肉它也不放过，直接硬生扯了下来。原来这些附在河马背上凸起状的颗粒都是蜱虫，牛两鸟为了填饱肚子，经常会趴在河马身上将蜱虫消灭殆尽。即便尾巴或皮燕子等隐私部位，牛两鸟都会仔细检查一番。对此，河马没有进行驱赶，反而一脸享受。这便是动物之间神奇的共生关系。由于蜱虫携带着多种病原体，完全依靠宿主的血液生存，而蜱虫也正是牛两鸟的主要食物来源之一。牛两鸟不仅善于伤口护理，同时也身兼放哨的职务，只要有捕食者靠近，它就会第一时间通知逃跑。牛两鸟是食草动物核心的体表清洁工，主打的就是一个服务到位。不论水牛鼻孔里的顽强污垢，或长颈鹿嘴巴旁臭的残留物质，牛两鸟都会一一的清理干净。牛两鸟身兼多职，不仅擅长帮食草动物梳理毛发，在采耳方面更是展现出极高的技艺。这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。不得不说，大自然实在是太神奇了。我操！招惹大猩猩的后果有多严重？贪吃的花豹看见小猩猩就想抓来狠戳一顿，没想到大猩猩发现后立马冲过来，拽住花豹就是当场一个过肩摔。被揍的花豹很不服气，居然跳到大猩猩的后背搞起了偷袭。结果大猩猩的怒火彻底被点燃，锁住花豹就是狠狠手里干，随后揪住花豹的尾巴使劲甩飞了出去。倒霉的花豹直接就被摔成了残疾豹。嚣张的雄狮还以为大猩猩好拿捏，再次对小猩猩发动了偷袭。不料大猩猩远比雄狮想象的要可怕许多，不断抡起沙包大的拳头疯狂猛砸，这把雄狮锤的是脑袋一阵嗡嗡作响。眼看不是对手，雄狮还想拔腿就跑，结果被大猩猩硬拉回来又收拾了一遍。大猩猩的实力真是强的可怕，动物园里的雄狮一样是被大猩猩锤的没有一点脾气。不论是水里的皮鞋鳄鱼还是战力爆表的老虎，只要是小猩猩被欺负了，森林之王来了，大猩猩也是照锤不误，利用灵活的四肢配合强壮的身体把老虎收拾得服服帖帖。这只羚羊的胆子实在太大了，眼看野犬就在前方，羚羊非但没有第一时间选择逃跑，反而朝着野犬方向径直冲去。碰上送上门的猎物，野犬岂会轻易错过，连忙拉近距离咬住羚羊的大腿，火力全开。吃痛后，羚羊才逐渐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野犬出手向来狠辣，似咬着羚羊大腿，便是要让其丧失逃跑能力。羚羊嗷嗷大叫，痛苦不堪，一个劲儿的拼命挣扎，似乎想要摆脱野犬逃进水里。显然野犬并不会让他如愿，每当羚羊靠近水域，野犬就会使出全力进行拉拽。或许野犬也十分明白，一旦被羚羊逃入水里，那么自己的一切努力都将化成泡影。毕竟水中还有埋伏已久的鳄鱼尚未露头，导致双方在河边持续拉扯，久久僵持不下。不过羚羊的体型相对会比野犬大许多，而羚羊也正是占着这一点，才有机会从野犬口中逐渐退回水里。眼看羚羊即将从眼前逃脱，野犬也非常着急，可不论如何使劲拉拽，都无法将羚羊拖上岸。最终羚羊就这么靠着一身蛮力脱离犬口，逃出升天。不得不说，羚羊此番遭遇实在是太惊险了。这绝对是我见过最为聪明的角马。面临野狗群的围追堵截，角马没有选择一味的逃跑，而是主动靠近车辆，寻求护林员的帮助。他将局部对到轮胎外侧，防止野狗掏缸。然而这些野狗根本不把护林员放在眼里，上来直接就咬住角马的面门，使劲拉拽，打算把角马拉出来，从后方进行掏缸。角马十分清楚野狗的套路，持续后退贴近车辆，便是不给对方有机可乘。几只野狗则三面包抄，欲图采取强攻。角马见苗头不对，赶紧向不远处的同伴跑去，似乎想将野狗群的火力转移至同伴身上。可惜这些野狗并不容易糊弄，依旧穷追不舍，死咬着角马不放。好在角马非常聪明机智，局部隐隐作痛之际，连忙调整身位，随后将头上的犄角对着野狗狠狠撞击上去。眼看又来了几名同伴，角马立刻以迅雷之势冲了过去。话说最好的脱身办法就是把敌人的火力转移到同伴身上。角马的计策效果极佳，自己虽化险为夷了，但同伴却遭殃了。要说这招可实在是太损了。
一匹骏马哭得泣不成声，眼泪不停从眼角滑落。它挣脱缰绳，不顾主人的阻拦，跟一辆小汽车一样快速冲刺在街道上。那么骏马这究竟是要干嘛呢？原来他家小主人得了重病，躺在医院，而骏马也是充满了灵性。为了探望小主人的病情，竟独自走进住院部里面。好在这名医生之前见过骏马，对他也并不陌生，这才主动牵引着骏马走进电梯间。在电梯里，骏马默不作声，看似心中毫无波澜。然而就在医生一路将他带到小主人的病房时，走进病床的骏马顿时潸然泪下。此刻他哭得跟个小孩一样。原来骏马与小主人的关系非同一般，曾经骏马在小主人的陪伴下度过了漫长时光，骏马也是一年一年的看着小主人长大，他们的感情甚是亲人。看着骏马前来探望小女孩，也十分高兴，不停用手抚摸着骏马。骏马探望主人的一幕也感动了周围所有病人。万物皆有灵，草木亦有心，不得不说骏马实在是太有灵性了。